各位大家好，上一集我们聊到何谓灵修，那要从哪里开始修呢？是不是有人会来教我这样的修行方式是对还是不对？那有时候有人是不是觉得怎么越修越辛苦呢？是不是有这些疑问？可是我今天没有要来聊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何谓小我？小我？我就是小我，你终于看到你的小我了吧？这是谁的取我安呢？多嘴吼。好啦，我们进入正题，我们来讲一下何谓小我。那你来认识我。小我其实很难解释，因为有一点复杂。因为我很厉害，我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在什么嘞？还没可以啊，个仔啊我们还是好好的解释一下什么是小我。它是原生的我与肉体共修的我。就是我们在出生的时候，当我们开始有意识行为的时候呢，我们的小我就会被封印起来。那么小我住在哪里呢？你知道我在哪里吗？我在你的太阳神经丛那里，就是你的躲宅，你快点滚呀！你的位呀要好好保护我哦，我就在那边。再来，小我是自信的我，亦称为神圣小孩。某些小我具备神格，背负的生命蓝图。那什么是具备神格？具备神格代表你是神吗？懂了吗？不是哦，代表你累世修行过某位神尊的法门。那我不代表你就是那位神尊哦，不要在那边幻想那也许你的小我起灵之后就会施法很厉害哦，那代表你的累世记忆已经被唤醒不要把自己神格化哦。那如果你的小我具备神格，通常伴随着生命蓝图。班长说跟你讲班长讲你那本会比别人更较大本哦，你们花那在身上再来小我是肉体意识与高我连接的元件就是说高我要怎么跟我们沟通呢？要如何沟通？当然是透过小我来沟通。那小我它就是一个连接的元件。再来，小我是清理负能量因果业障的元件。当我们起灵之后呢，小我会协助我们做更深层的清理，可以清理这些负能量。小我是存取宇宙正能量善知识共同资料库的连接元件。听到这里，感觉小我就是个元件，对不对？那这个是什么呢？它就是宇宙的共同资料库，就像阿拉也是。共同资料库里面有什么资料呢？它就像一个大型的图书馆，里面要什么有什么，里面有每个人的累世，所有人的共同资料库。然后我们可以透过小我去连接高我，来存取这个共同资料库。再来，小我是提升内在小孩成为自信的一部分当你和解过后，你的内在小孩就会跟小我做合并，跟我合并好了然后我们就是一个快乐的小天使，然后转化成神圣小孩。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在最上面黄色的部分就是高我透过宇宙资料库跟宇宙源头给小我的讯息，教小我去做这些事情。那小我最后会把这些东西呢，就是一些感受体、感官感受体，通通融合起来，成为神圣小孩。那当这边全部合并完成之后，你的小我就真正具备神格了，你的管道就会非常的干净，接收讯息就会很通透，就可以把整个身体做很好的连结。再来，灵性会带领我们提升自己的这三个体：理性体、知性体和感受体。理性体，我们在理解事情用的就是这个理性体。那知性体是什么？这个就是你累世的东西。当你慢慢的知性体被启蒙之后，累世所学的一些东西会慢慢的回来，你就会越来越提升。比如你在累世曾经学过一些东西，当你这辈子再去碰触到的时候，你会比别人更容易理解它，更
快速的进入状况，更快的学会。那感受体是什么呢？比如我们去听到一件事情，产生了一些心理的感受，或者是我们去碰触到某个东西，我们也会有所感受，这个就是感受体的作用。那越修越久之后呢，这3个体越来越提升，很多事情只要人家点你一下，你就很快就会知道了。小我怎么跟高我连结？宇宙源头及资料库是透过高我的存取，指导小我传法还有认证。小我是学生，高我是老师，所以小我要被高我考试，还要认证你是不是通过这门考试。然后小我对我们肉体做互动，也就是直视、解惑、调整。因为我们肉体有意识肢体的存在，所以我们必须常常跟小我做对话跟调整。小我可能一开始只是个小婴儿，但是小我成长的速度是非常的快，可能小我都开悟了，我们肉体还在混沌中，小我都快被气得半死了哈，所以我们要跟小我同步成长。但是也不能肉体，就是反过来肉体一直努力的接受新知识，学了很多，到处去学，什么都学很多的有形法，结果小我还没有跟上你的脚步，什么都还没有学会，这样也是没办法同步哈。肉体要跟小我一起同步的提升，这样才有办法对众生做传道授业解惑。那这个就是修的一个过程。我们来谈一下灵有没有分年纪呢？灵是老灵还是婴儿灵，还是班长说什么小灵小灵眼镜他乱讲。其实讲这个呢是讲给人听的，这样人比较容易理解。那其实我们是要用能量来讲能量越高，代表你灵的修行程度越能力越好。但是这个能力是好还是坏，它也有分哦。如果你的能量很高，但是这些能量都是负能量，这个也没有比较好，反而你要用更多的力去处理它。再来，为何会有累世的小我？我就一个我，为什么有很多个小我呢？为什么呢？我们来聊一下。我们累世修行中有很多的冤亲债主，那有些是你没有度完这些冤亲债主，来不及度完，那有些是已经把它度干净了。有可能这些冤亲债主会跟我们一起过来这一世，那累世没有度掉的那些全部都会合并起来，在这一世跟我们一起共修，所以小我也有可能是冤亲债主哦。为何感觉不到小我？这给门你又静不下来，然后整天在那里一直碎碎念整天的，然后头壳里面一直噔尾田，一直在想事情，都没有给小我说话的机会，所以要请你去静坐，去静下来不要为刚刚噗噗丢让自己沉淀下来，你就会感觉到小我给你的讯息。人问说，透过静坐或者念经10年以上就会启动小我，是这样子吗？其实不用10年有的人几个月或者是几天就会启动小我这是因人而异。就是当你在做修炼的行为的时候，比如说静坐念经表示你有在静心，心沉淀下来了，小我就会被开启。但是小我自动被开启，这个是好事吗？不见得比较好哦。真源为什么要帮大家启动小我连接高我呢？因为如果你的小我自己启动出来是不稳定的，你没有老师在帮忙你指导看顾，就容易走火入魔。你没有连接到高我这是很危险的哦。再来，为何班长说宫庙里的神尊通常是小我上位去做的？为什么我们的小我要到神尊里面去占位置？各位有没有想过？是不是怕被别人入侵，所以小我要去站着？是不是这样？好，所以
我们每天会耗发能量，也会补充能量。那小我用不完的能量，这些多余出来的能量要怎么处理？能不能存放在神尊那边？哦，这样好像有了解一点，对不对？所以那个神尊那一尊木头就是能量储存槽，要看我们怎么去运用这个能量。刚刚既然讲到材质，我们就顺便来说一下那个木头跟石头的材质可以储存比较多的能量。那至于布跟纸也可以，只是没有木头跟石头这么多。好，那我们继续。小我能坐在神尊那边，那外面他那些神明里面，他的神格会不会比我们大？是不是也是别人的小我上去的？那有没有比我们能量场还要强？这个就不一定了哈。所以我们进到庙里面看神明要怎么看？我们的小我会知道能量场有没有比他强，小我一定会知道。然后要看神明在不在，真神明有在不？要怎么看？就是要看他的能量场在不在，有没有能量场，然后那个能量场强不强。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要怎么去看，进到庙里要怎么看神明了哈。那我们人进到庙里要不要拜？废话，当然要拜啊，这是一种尊敬的表现哦，不要太高傲哦。人家能量场强不强，你人不一定知道我们一定要尊敬人家。小我进去的时候，他会跟这些能量场交流，会跟他们沟通。那这个能量在交流的这个时候，就是人家所谓的回莲，是这个意思。有人会问小我为什么不理我？为什么小我为什么会死掉？为什么呢？那么起立你长期不跟小我互动，然后你又不去用它，那小我就会觉得你不重视它，提出来的讯号你也不理它，或者是都不相信它，久而久之小我就不会再给你讯息了，那你就会觉得我死掉了。就像你的电器太久你没有去使用它，它就会坏掉，这个是一样的道理那小我死掉了怎么办？你认为要怎么办？你说说看。你的电器坏掉了你要怎么办？直接丢掉吗？都斩你们还是进厂维修？所以赶紧的把我带回去当员工去找老大，我要去待在老大的身边再加上你的诚意，小我们就会慢慢的活过来的哦。好啦，我啰里啰嗦这么多，你对小我是不是应该有更深层的认识了呢？终于把2份简报都做完了。经过这次的训练，虽然我非常紧张，我不敢现场用直播的方式跟大家做简报，因为我可能会语无伦次，所以我用预录的方式。但是这并不代表我没有做功课哦，我一字一句的先把我要说的东西都写下来，然后虽然看起来我好像用念的，但是我在这个准备的过程，我的确吸收到很多，然后有些观念也是更通透了。相信各位师兄姐也跟我一样有同样的感觉吧。好，那我的简报就做到这边了，谢谢大家。不要扣我分数哦，虽然我用预录的，希望大家手下留情。拜拜。喜欢我们的内容，请按赞、订阅、加分享。